2018年，中国楼市的弯拐得有点大。上半年，大家还在排队摇号抢房，在前一天的晚上，就有500多组客户连夜排队取号，要排到明天下午。有些拿到的话，就是说会优先选房嘛。下半年，部分城市的售楼盘瞬间跌价30%，购房业主打砸售楼部，维权抗议。据12月15日国家统计局数据，11月份北上广深为首的17个热点城市二手房价格全线下降，同时北京、深圳、杭州、天津等地的拍卖房激增，深圳法拍房这半年增加了50%。11月，深圳楼市出现业主断供潮，素有中国最难买房城市之称的厦门房价下跌，成交惨淡。你比如说像岛内，其实以前的那个平均的房价一般都在8万，一平8万到9万左右的，我去查过了。然后现在的话，你比如像万科湖心岛是暴跌了2万多，到大概是现在是6万多。这轮暴涨和调控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过去10几年，中国房价飞涨，从2002年至今，京津沪深和厦门、石家庄的房子都涨了10倍以上。原重庆市市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黄奇帆说，一般6、7年家庭收入买套房是个合理的年限，而现在中国1线城市买房，则需要40年左右不吃不喝的净收入。另一方面，中国住房供应过剩，遍及全国，商品房空置率长期在20%至30%之间。一些经济学家已经警告，中国房地产的泡沫程度已经超过了日本和美国地产泡沫时的峰值。我们中国的房价的总市值是多少呢？说法不一，最高的有450万亿。中国的房价总市值是美国加上日本加上欧盟，这个跟那个 M2是对应的，就是房子能够印钞。这个钞票呢，又能推高房价。从1999年到2017年底，中国的广义货币增加了14倍，已达到167万亿。这是什么概念呢？中国去年的 GDP 规模是美国的60%，货币却比美国发行多了1倍。印了这么多钱，难怪房价飞涨。那么从中收益最大的又是谁呢？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将中国地方政府推上土地财政的不归路，土地就是地方政府的摇钱树。1998至2017年这20年期间，土地出让金激增102倍，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从6%增加到35%。另外，与房地产相关的税也是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从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统计年鉴披露的数据来看，房价的构成。土地出让金占商品房销售额的平均值为40%左右，各种税费合计10%。发现没有？我们买一套房子，其中1半购房款是交给政府的，所以这个存在泡沫的住房市场是中国政府最大的现金奶牛之一。政府是最不愿看到房价下跌的。这些年来，中国政府一只手在稳定房价，防止其过快上涨，另一只手却又在向房地产开发商源源不断的卖地、坐地起价。政府这一套双手互搏玩的是越来越纯熟，难怪这些年各地房价在调控中是越涨越高。2004年国8条出台，在高度需求下反而收缩土地供应，房价翻倍的增长。2008年全球货币大放水，中国4万亿救市，一年信贷新增9.6万亿，80%都流入了楼市。加上媒体造势、专家吹捧、丈母娘施压、铺路造地铁，中国人走上把房子当作金融工具的道路。房价是太高了。到了2016年，房价已经很高了，楼市供大于求，开发商手里积压了大量的库存，像炸弹一样悬在银行的头上。中央政府看准了韭菜买涨不买跌的心理，涨价去库存，具体是这样操作的：先从处于限购中的1线城市涨起，一是控制住宅用地供给，二是在郊区搞几个地王，只要面粉比面包还贵，就不愁第二批面包不涨价。杭州城西的华夏4期售楼部很热闹，这个楼盘即将摇号售房。他们推出160套房子，
均价每平米26100，众多的购房者已经参与验资，按至少60万款项打入华夏的账户。肯定不容易，这个就是跟抽奖一样，跟股票打新一样的。我非常喜欢买新房子，说实话，不愿意买人家住过的房子，这种心情可能每个人都有，但是没办法，基于这种情况，像我们还有这个想法，我们一起来的朋友、同学有好多，连这想法还都没想过。果然，京沪深等一线城市半年涨了1倍，逼得买不起房的韭菜沿高铁、高速线去周边的小城市买，而那里的房价也随之疯涨2-3倍。1、2线及周边库存消灭了，那3、4线城市该怎么办呢？政府还有一个创新，就是棚改货币化。哪里需要去库存，就在哪里进行货币化安置。这个地方的货币供应量一下增加了几倍，楼市能不涨吗？在四川广安那一带的房子都已经弄到了17000一平米，老百姓的所有储蓄已经全部去供那个房子去了啊！企业破产，基本上没什么工作，卖东西也卖不动，现在就是百业萧条，房地产呢，看起来比较兴旺。现在中国房价过万的小县城已超过100个，而这些没有产业支撑的小县城，人均收入不过2-3千。2015年房价才3000出头。现在棚改基本完成，库存出清，地方政府又以防止楼市暴涨为名限售。可怜当地的老百姓，还有很多在1、2线打工买不起房而返乡置业的人都被套牢。货币化安置的钱已交了买房首付，每人还捆了一身的房贷。2017年的这波全国房价上涨，是自2003年以来面积最大、涨得最多的一次，也是迄今为止乱象与维权最多的一年。限价造成1、2手房价倒挂，万民抢房。开发商因为利润被挤压，偷工减料，业主、开发商和中介没少打官司。同时，房价的上涨更动摇了全社会的价值观。当全款变成首付，首付变成月供，当清北的学位比不上北京一套学区房时，我们不得不说，房价的攀升已经成功地驯服了年轻人，打压了他们的斗志，成为一枚标准的奴隶。政府也紧张，房价这么高，全部银行贷款和社会融资超过70%是用房产和土地做抵押的。房产和土地价格一旦大幅下跌，银行和金融体系将面临灭顶之灾。土地成本上升，房租上涨，削弱企业的竞争力。说房地产彻底绑架了中国经济，一点儿也不夸张。房价的暴涨也吸干了居民的储蓄，现在买房凑首付要掏空祖孙3代6个钱包已成常态。从2016年到17年，全民储蓄减少了5万亿以上，家庭债务从20多万亿上升到了40多万亿。房产占了中国家庭近70%的资产，大城市更高。中国家庭部门杠杆率高达111%，也就是说，你每个月赚的钱还不够还债。而在一度被奉为地产神话的厦门，这个数字高达190%，领跑全国。今年，厦门的消费增幅创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纪录。厦门经济完整地体现了地产暴涨引发居民负债率暴涨并压制消费的全过程。去跟一些房地产的一些公司的那些老板，我跟他们聊过，所以他们很多其实都是说，这个其实只是一次小跌，就接下去它可能会有一次大跌，就是会连续的暴跌，因为它现在就是这是一个态势。政府一直强调的消费升级、产业结构转型，用消费带动经济发展，现在已成痴心妄想。任何一个政策出台之后，都一定要想到它和市场的一个博弈关系。如果你不考虑它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的话，几乎是不可能的。到2017年中，从上到下，几乎所有的人都已经达成了共识：房价再涨就是要完了。因为他现在他是怕它的再涨，那个泡沫就更大了。他又害怕跌了以后，首当其冲的是银行啊，然后是地方政府啊，地方政府它这个最大的来源财源，如果枯竭的话，它地方债也还不了了。东南亚、香港、日本、美国的教训就在眼前。
中央开始把房价问题提高到了政权安全的高度。19大说房住不炒，中国的楼市进入史上最严的调控期。2018年，全国房地产调控已经有400多次，覆盖1、2、3、4、5几乎所有的城市。限购、限价、限贷、限商、限售、限网签，还有限制企事业单位购房、限制假离婚购房、限土地出售，几乎能限的都限了。其实就是让房价在高位锁住，也就是所谓的高位横盘。高层有意让楼市这个中国经济高速发展20年的引擎熄火封存。楼市它不能够让它爆破，它就要让行政的行政的手段来控制这个不能够爆破，所以它现在调过来了，它不准你们降价，因为你不降价，你还要定在某一个水平，等于告诉你我们的楼价没有下降嘛，没有下降就没有爆破了。7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坚决抑制房价上涨，让房价上涨预期有了显著的改变。下半年楼市掉头向下，但不要忽略中央还说了另外一句分城施策，其实是在暗示大城市的投资客到更加广阔的内陆腹地2000多个小城市去解放开发商，那里不仅没有限购限贷，而且还出台新政，欢迎远道而来的炒房朋友。高层希望楼市泡沫慢撒气，眼淡危机，等待房地产税接棚土地财政，货币紧缩，实业回归，房子的金融使命走到尽头的那一天。可是债不等人，房企的公司债有1万多亿，地方财政相当紧张。今年全国土地流拍数量近1000宗，创近年新高。公务员讨薪时有耳闻，而炒房客背的债也挺不了太久了。整个2018年下半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经济各项指数都是呈下滑的趋势。不管各地方政府放宽这个房地产的政策，也希望经济可以得到一个复苏了。让山东菏泽成为全国第一个取消限售政策的城市。继菏泽闯关成功，官方取消限售后，听说湖南省衡阳市自元旦起暂停执行限价令，随后广东省广州市松绑了商业服务类物业。中国至少有30个城市考虑取消房地产的限售令。现在已经不是说房价的大幅度上涨，也和我们调控政策有关系。如果出现哪个城市取消了限购了，或者哪个城市放松了限价了，其实都是表明这个政策是随着市场形势变化而变化。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清楚，世界上没有永远不破的泡沫，越拖麻烦就会越大，会有更多的人为之付出更惨重的代价。从3楼跳下去和从30楼跳下去，结果能一样吗？